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上一期我们了解了金生阳电源种类很多，而且它的外形和散热做得特别好。我们看它有导轨式电源，还有这种小功率的，还有中功率的，还有大功率的，当然还有更大功率的。这种导轨电源也是优点很多的。我们今天主要看一下金生阳电源输出部分的与众不同。我们打开看一下。今天呢，我们先不说这个智能风扇，也不说它的保护电路，我们只说它的输出部分。它的输出部分呢是利用了两个功率管，那么这两个功率管呢就很有学问。好，下面我们把它打开，仔细看一下。好，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芯片呢，它的功能很强大，既有 PFC 功能，又有开关电源的功能。PFC 电路呢，既能提高功率因数，而且呢，它还具有宽电压输入。这个电源的输入电压呢，在85伏到260伏都是很正常的，输出平稳，电流足够用。它的 PFC 电路呢，是通过这个芯片的13角输出加到这两个对管的基极，一个是 NPN， 一个是 PNP， 然后通过这个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出，推动这两个功率管并联输出。这两个功率管的漏极是接的 PFC 电感，原极是通过这个线流电阻接地，从而经快恢复二极管整流以后，加到输出滤波电容上。这个输出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再加到我们功率管的漏极，这个功率管的漏极，这个功率管的原极是接地的，这个功率管的原极和下边这个功率管的漏极接我们这个输出开关变压器的初极。另外，我们这个14角输出的驱动信号经这两个对管，然后驱动我们这个推动变压器，是通过这个电容来驱动这个推动变压器的。推动变压器是由两个绕组输出来驱动这一对输出功率管的。那么我们看这个就是推动变压器。推动变压器的好处就是，当我们万一功率管击穿，实际上这个电源设计的这个功率管是很不容易击穿的。万一它击穿以后，后边的电路不会干扰前面的电路，因为有变压器隔离，所以我们这一对驱动管和芯片是非常安全的。如果我们的驱动部分，如这个芯片输出直流电，或者是这一对管输出直流电，由于有这个推动变压器的隔离，直流电呢是不能够输出信号的，所以我们这两个功率管呢也不会损坏。另外，金生阳电源这一对功率管设计的特别合理，它是上下串联的，它使我们这两个管的耐压值从700伏瞬间变成了1400伏。当万一前极输入电压过高的时候，由于这两个管的耐压值非常高，所以说呢是很不容易损坏的。下面我们看看这个图，这一端就是我们芯片输出的开关电源信号，通过20欧电阻耦合到这两个对管的基极。那么很显然，当正半周的时候上管导通，当负半周的时候下管导通。通过电容给推动变压器的初极提供交变的电流，当上管导通的时候，这端充正电，这端充负电，电流的方向是上管，然后发射极电容，然后入地，是这样的电流方向。当下管导通的时候，是电容正极的电压通过这个管的发射极入地，然后通过地，然后回到电容的这端进行放电，所以产生交变的电流感应给后极。我们看这个点儿，它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功率管是一起导通一起截止的。那么这样呢，我们 PFC 输出的电压是376伏，那么它的耐压值呢是1400伏，所以说非常的安全。万一前极输入的电压很高，或者是 PFC 电路出现高电压的情况下，或者是尖峰脉冲，都会很安全。那么这两个管同时导通同时截止，在我们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上产生交变的电流，从而产生交变的磁场感应给后极，输出交变的电压，然后经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以后，给后极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压。虽然我们这两个功率管的耐压值很高，但是我们看这儿还有电容，
这也有电容，是防尖锋的，并且还在关键部位应用了 TVS 二极管，使输出部分更加安全。由此可见，大厂家在产品设计理念上具有独到之处，大家在选择电源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下一期视频我们将介绍它的过流、过压、过热保护功能以及智能风扇。谢谢大家，再见。